那些真正命好的人，从不会向人透露4张底牌，因为他们在看透因果的真相后，都明白了一件事，那4件不说出口的事，正是护佑他们一生的顶级护身符。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衰气。有一些东西一旦从嘴里说出去，就是在漏符。增一阿含经里有一句话，很多人看过就忘了，但真正把它刻进日常生活里的人，靠这句话护住了自己一生的气运。护口意清净，身不为恶行，净此3行迹，至先无为处。3业，身口意，其中口业被单独拎出来排在中间，不是偶然。佛陀非常清楚，在人所有会造业的行为里，开口说话是最隐蔽的，也是最高频的，更是最难被察觉的。因为我们以为说话只是声音，说完就没了，但事实上每一句话都在这个世界留下了痕迹。就像石头投进水里，石头沉底了，涟漪还在，一圈一圈扩散出去，碰到什么就影响什么，最后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绕回来。我们都听过口业这个词，但有的人可能一直觉得他是在说骂人、说谎、两舌绮语，那些很明显的坏话。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种更精微的口业，是那种你以为自己只是在分享、聊天、表达，但实际上已经在消耗自己气运的开口。那种开口才是命运里最悄无声息的漏洞。佛陀的弟子里有一位叫周利盘陀伽，他记忆力极差，出了名的学什么忘什么，连最基本的润语都背不下来。但佛陀说他将来会得大解脱，弟子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他的成就真的来了，原因很简单，他懂得守口，他不乱说话，不传是非，不夸耀，不泄露，对自己的修行进程从不对外宣扬。就是这份清楚地知道什么不该说的智慧，让他一步一步积累出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内在厚度。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就是命好的人从来不会透露的4件事。这4件事听起来很平常，但每一件的背后都藏着一条因果的暗线，都有清晰的佛法依据，也都有非常现实可以被验证的人生代价。藏得好，那条线就成了你的护命符；藏不住，那条线就成了绑住你命运的绳索。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请你在留言区打出我愿守口如瓶，福气自来。这不是迷信，是一种提醒自己的仪式，提醒你今天听到的这些值得被你认真放进心里。故事从一个叫阿宽的男人说起。那年他42岁，在一座南方城市经营着一间规模不大但稳健的小工厂，做了整整17年，从学徒出身，一点一点把摊子撑起来。那几年生意正好，他攒下了一笔让自己心安的钱，那个数字他在心里默默算过很多次，够买2套房，够让儿子出国念书，够让他在某一个累极了的下午安安静静地退出来，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他把这笔钱藏在心里，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直到那年冬天，家族聚会，大桌上摆了一圈人，酒喝到第3轮，气氛正热，一个堂哥笑着问他：宽哥，你这几年生意不错哦，赚了多少？阿宽平时是个低调的人，但那晚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酒，也许是那种被问到的满足感，也许只是那一刻太想被看见，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了实话，不只说了大概的积蓄金额，还顺带提了几个客户的名字，说手上有几个大单子快要签了，说今年底有个合作案，对象是谁，规模大概多少。那顿饭吃完之后，他心里有一种轻松感，像是长期压着的什么终于出了口。他回家睡得很好，但接下来的2个月，那几个快要签的单子，其中一个以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被对方推掉了。
他事后辗转打听，才知道席间有个远房亲戚私下跟那个客户的老板认识，话传过去，价格谈判的筹码全变了。对方提前知道了他有多需要这张单，于是漫天压价。那笔积蓄的事儿也在亲戚圈里慢慢流传开来。先是有人来借钱，理由各不相同，但都带着一种理所当然。再是有人找他谈生意，却在报价环节开始讲你又不缺那一点点。还有一些以前对他态度普通的人，忽然变得特别热情，但那种热情让他浑身不舒服。他的财富因为那一夜的开口，在所有人眼里变成了一块已经被切开放在桌上的肥肉。阿宽一时想不明白，他只是说了几句真心话，为什么代价会这么大？他以为说的是事实，以为分享是一种坦诚，以为那顿饭席上都是自己人。那年秋天，他辗转结识了一位在山里住了20几年的老居士，两个人在一张竹椅上坐着，聊了整整1个下午。老居士端着茶杯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在得意的时候特别想说话？阿宽愣了一下，想了许久，摇摇头。老居士说，因为那股气，喜悦、成就感、被看见的渴望，他需要找出口。话一说出去，气就散了。你以为你在分享，其实你是在泄气。阿宽心里像是被什么敲了一下，但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这只是开头，命运给他安排的功课还没结束。他不知道的是，在同一座城市里，有一个女人正在经历一种截然不同但同样刻骨的失去，我们叫她美惠。美惠是个做手工烘焙起家的女人，白手创业，最难的那2年差点撑不下去。她命里有一个贵人，一位比她年长10岁的女性前辈，业界很有地位。这位前辈看她踏实，主动介绍了几个关键客户，还在美惠资金最紧的时候给了她一笔3年无息的借款。这份情美惠放在心里，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鼻子发酸。但美惠有个习惯，她这个人喜欢说话，尤其喜欢讲故事，而她最喜欢讲的就是自己的这段创业经历。每次朋友聚会、采访，甚至在她的社群上，她都会提起那位前辈有多厉害，提起自己当年有多幸运，提起那笔借款在最关键的时刻救了她。她以为这是在感恩，以为说出来是一种知恩图报，是在替前辈宣扬好名声。她没有察觉，那位前辈开始疏远她了。刚开始只是电话回得慢，后来约饭开始推，再后来有几个共同认识的人提了前辈的名字，美惠热情的附和，那些人却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换了话题，美惠跟几个闺蜜反复分析这件事儿。有人说前辈可能嫉妒她后来做得比较成功，有人说前辈本来就是这种性格，喜欢来了也会突然消失，但谁也没说破那个真正的原因。那位前辈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别人嘴里，更不喜欢自己当年帮的一个小忙被变成了一个反复被人讲述的成功故事素材。他感到自己被消费了，被不断的善意的消费着，那种感觉比被人背叛还要难受。美惠失去的不是一笔借款，而是一段真正珍贵的缘分。而他直到很久以后才隐约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致远的故事走的是另一条路。他那年31岁，刚从一份做了6年的工作里辞职，准备去做一件他酝酿了很久的事，一个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容创作平台。他的规划很清晰，第一批内容方向、目标受众、初步的变现路径，他在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写了20几页。那个计划在他心里是一团真实的火，带着热度，带着光。他当时的状态用亢奋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他太兴奋了，兴奋到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程度，兴奋到他需要有人听他说话，分享这股感受。
于是他对所有亲近的人讲了那个计划。父母听了，第一句话是：这年头做内容太难了，你能养活自己吗？30岁了还这样不稳定。朋友听了，说这种平台已经很多人在做了，你有什么特别的资源吗？前同事听了，说真的，我帮你看了一下市场，我觉得你的方向有点太小众了。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担忧，都没有恶意，甚至都是出于关心，但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插进了那团火里。志远开始怀疑了，他把原本的计划改了又改，推迟了启动的时间，把精力一半放在回应那些质疑上，一半放在证明自己没有想错，但就是没有把精力放在真正做这件事上。那团火在那些反复的对话里，慢慢的从一团真实的火焰变成了一堆还在冒烟的炭灰。那个平台搁置了将近2年，等到他终于重新出发，内容市场的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他错过的不只是一个窗口期，而是那段时间里他本来应该积累的东西：作品、经验、受众，还有那种只有真正在做时才能生长出来的信心。他后来在一本讲禅宗公案的书里看到一段话，坐在那里发了很久的呆：未成之果，切勿示人；已成之事，亦无虚炫。他把这句话用笔重重圈了起来，写下：我晚了2年才懂这个。而柔婷的故事是4个人里最让人沉默的一个，因为他到最后也没有做任何坏事。他这个人热心肠，在朋友圈里是那种有事儿找他的那一个，消息也灵通，各种人都认识，是个说话有分量的人。有一年，她一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婚姻出了问题，情况很复杂，里面牵涉到一些不方便说出口的事情。闺蜜托她帮忙问问另一个见多识广的朋友，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柔婷出于帮忙的心，把闺蜜的情况大致说了。为了让那个朋友能给出真正有用的建议，她说的比较详细，包括一些闺蜜本来不打算让太多人知道的细节。那位朋友给了些建议，柔婷也觉得自己尽力了，但话就是有自己的腿，走得比任何人都快。那位朋友后来又跟几个人提到了这件事儿，其中有人跟闺蜜丈夫那边有些关系，那些细节兜了一圈传进了一个不该知道的耳朵里。本来还有一线可能挽回的关系，因为那些细节彻底断了退路。闺蜜没有明说什么，但从那之后2个人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墙。柔婷很委屈，她是真的在帮忙，她的心是好的，她没有任何一刻想要伤害闺蜜，但因果从来不问动机，她只看行为在世间流转之后留下了什么。你把不该进入流通的话放进了世界的河流里，那条河会把它带到它该去的地方，不管你当初的心有多干净多善良。阿宽、美惠、志远、柔婷4个人，4段命运，4种不同形式的失去。他们失去的不只是某一个具体的机会或者关系，而是一种本来属于他们的本该继续流动下去的气运。而造成那个转折点的都是同一件事，一次开口。那个冬天的下午，老居士端着杯子对阿宽讲了最后一句话。他说，真正看透因果的人都会学会同一件事，管好自己的嘴，就是护好自己的命。嘴是命运的门，你守好了这道门，里面的东西才不会轻易被风吹散。阿宽那天回家，坐在灯下，把那个数字重新放回了心里最深的地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他后来的故事，就像老居士说的那样，慢慢的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很多人以为说话是一种表达，是一种连结，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本能的互动方式，这没有错。但在这个理所当然的认知底下，有一层更深的真实，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的。语言不只是声音，它是一种具有造化力量的能量形式，
他在这个世界里参与着一套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密的因果运作。先来谈第一件事，家底与收入为什么不能透露？这不是叫你撒谎，也不是叫你假装自己没钱，而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能量机制在这里运作。当你的财富信息开始进入社会关系网络，它会自动激活一套极其复杂的人性反应程序，嫉妒、觊觎、算计、不对等的期待，莫名其妙被打上的标签，这些东西会不动声色地重新排列你和周围每一个人的关系坐标。你以为你和那些人的关系没有变，但关系这种东西，它感应信息的灵敏度远超过你的理性判断。当一个人知道了你有多少，他对你的态度里就多了一层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核算。这不是说那些人是坏人，这只是人性最真实、最不经过滤的一面。从佛法的视角来看，杂阿含经里有一个关于财富护持的核心概念，讲到财物要善加守护。这个善加守护不只是物质层面的看管，也包括信息层面的隐藏，让不该知道的人知道，本身就是一种守护上的失职，一种向外开放的漏洞。财富是因缘聚合而成的能量体，能聚也能散。当它的信息被过度暴露，外部各种意念、羡慕的、算计的，甚至无意识希望你减少的，就开始触碰这个聚合体，搅乱它原本稳定的磁场。更现实的一面是，你的财务状况是你在任何涉及利益的关系里最核心的谈判筹码。你说的越多，底牌越薄，底牌越薄，你的处境越被动。阿宽那晚说的那些话，直接把他本来的谈判优势化为乌有。人在利益面前会本能地使用所有他知道的信息。第二件事，善德，贵人与好运为什么不能透露？这一点会让很多人感到疑惑，说出来是在感恩，感恩怎么会有问题？这种疑问背后藏着一个关于感恩的形式的根本性误解。感恩是一种新的状态，它的力量在于真诚，在于内在的流动，而不在于它是否被表达出去，被多少人听见。把感恩说出去是一种满足表达欲的行为，而真正的感恩是让那份恩情在心里化成一种真实的改变，成为你行事和待人方式里的一部分。佛教里有一个关于福报的基本观念，非常关键，福报是可以被消耗的。你遇到了贵人，那是你过去因果积累出来的能量礼物，是你的福田里开出的花。当你反复把这件事说出去，这朵花就开始流转，它进入了别人的意识，变成了别人对你、对那位贵人的各种解读和投射。有时候是好意的钦佩，有时候是无意识的嫉妒，有时候只是淡淡的无聊消费。不论是哪一种，那朵花都在那些流转里消耗掉了它原本可以在你命里长久滋养你的能量。还有一点更精微的，贵人之所以愿意在那个时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是因为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私密的磁场共振，这种共振是安静的，是不需要第三个眼神介入的。一旦你把它说出去，变成一个公开流通的故事，那份磁场就被打开了，被稀释了。那位贵人所给出的也开始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善意，而不是流动中的缘分。美惠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脚，他的感恩因为选择了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最终消耗掉了那段本可以绵延很久的缘。而把好运说出去有同样的风险，甚至更脆弱。好运是一颗正在生长中的种子，它需要时间、安静和足够稳定的土壤，才能从可能性变成真实的结果。当你对外宣告自己正在走好运，你其实是在主动吸引一种等着看的集体注意力。那些关注，有的是真心祝福，有的是羡慕，有的是不自觉的等着看你跌。不论哪一种，都是封好运的种子，承受不了那么多风。第三件事，
未尽的计划为什么不能透露？这是4件事里最容易被合理化、最难被守住的一件。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推崇分享文化的时代，分享梦想，分享目标，说出去才有动力。这些话我们听了太多，几乎成了一种集体信念。但这个信念的背后有一个心理学上已经被反复验证的冷酷事实：当你把一个还没有实现的目标说出去，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提前完成的幻觉，提前分泌满足感。这个满足感会悄悄削弱你真正去行动的驱动力，因为大脑已经在说出去这个动作里先爽了一把，真正去做的欲望就减弱了。但我们今天从更深的维度来看这件事，佛法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愿力。华严经里讲，真正的愿是你内心最深处的意志能量，它在你心里凝聚时是高度集中的、有方向的、强大的。这股能量就是一颗种子，只有在土壤里安静的孕育，才能生根，才能发芽，才能最终穿土而出，成为真实的事物。而你把它说出去，那颗种子就从土壤里被挖出来，端在空气里给所有人看。不是每一双眼睛都会伤害它，但当它暴露在空气和光线里，它本来紧密的生命力就开始消散，开始变脆。那些来自外部的反应，支持的、质疑的、无所谓的，会让你把注意力从如何让它生长转移到如何应对这些反应。你的能量场开始散焦，行动力悄悄分裂。致远的那个平台不是死于市场，也不是死于资源不足，而是死于那些饭桌上的对话，死于他把一颗含在地底的种子过早地挖出来见了人。那些真正把大事做成的人，往往是最沉默的那一类。他们不说，不是不自信，不是不想被支持，而是他们太懂意念能量的珍贵，太清楚一旦向外流出去，收回来有多难。他们让结果来说话，让事情落地了再开口。那时候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实的，都是沉甸甸的。第4件事，他人的私事与家仇为什么不能透露？这件事发生频率最高，因为它几乎永远发生在好意或热心的包装下。你在帮朋友出主意，你在寻求第3方的中立建议，你在分享一个让你感同身受的故事，顺带说了说那个当事人的处境。每一个理由听起来都是无懈可击的，但佛教对口业有一个非常清醒、不留情面的定义：凡是造成他人苦的语言，不论出发点是什么，都是业。动机是慈悲，但行为的后果是苦。那个苦就是你参与制造的，你替别人传播了他们不愿意被世界知道的事。那件事最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你就是那个因果链条里的一环，你脱不开身。柔婷的故事最令人心疼的一点是，她所有的行为都是真心实意的帮忙，但因果从来不是用心意来计算的，它是用行为在世间产生的真实波动来计算的。话一出口就开始流动，开始传递，开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产生影响，直到它找到了它该造成的那个后果。更深一层是，这件事会以一种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从内部腐蚀你自己的命。当你养成了评论别人、传播别人信息的习惯，你的心会慢慢习惯一种外向的扫描模式，注意力不断向外，不断在别人的生命里扫描素材，而失去了向内安住的能力。这种习惯会让你的直觉变钝，让你对自己处境的感知越来越迟缓，让你越来越难以识别什么才是真正需要被保护的东西。而且你最宝贵的社会资本其实不是人脉，不是资源，而是信任。当身边的人察觉到你是一个嘴会跑的人，最先离开的永远是那些最有价值的人，那些处事有格局、有真正稀缺资源的人。他们对信息流动的感应极其敏感，他
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真实的状况托付给一个守不住话的人。理解了这4件事背后的因果逻辑，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普通人该怎么做？知道是一回事儿，做到是另一回事儿。管住嘴听起来简单，但在实际生活里，那种冲动是真实的，那种场合是无处不在的。朋友问你最近收入怎么样，同事打听你有没有在看其他工作机会，家人问你有没有在交往的对象，聚餐时有人聊起某某家的事情。在那种情境里，沉默需要练习，需要技巧，需要一套内在的系统。第一个练习叫关口业。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花5分钟回顾一下今天你说了哪些话，不是评判，不是懊悔，就是观察。我今天说了什么？那些话有哪些是说了没有必要说的？有哪些话说出去之后我感觉了一种空洞？有哪些话是在别人还没问的时候我就主动说出去了？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让你逐渐建立一种意识，意识到说是一个需要决策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自动的反射。佛法里有一个修行的基础叫正语，正确的语言，有意义的语言，不伤害的语言，不泄露的语言。正语不是叫你不说话，而是叫你说有价值的话，只说有价值的话。关口业这个练习是在建立你和正语之间的连接。第二个练习叫沉默禅，找一段时间，最好是1周里的某一天，或者每天早上的第1个小时，给自己一个不主动开口的时段。不是不回应别人，而是在那段时间里不主动发起任何话题，不主动提供任何信息，不主动说任何关于自己或别人的事，就是静静地在那里听、观察、感受。你会发现这个练习很难，因为你会意识到你平时的很多话其实是焦虑，填补沉默的焦虑，证明自己存在感的焦虑，害怕被排除在外的焦虑。当你能安然地坐在沉默里，你才真正开始有了选择说与不说的能力，而不是被那个焦虑推着说。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里有止语的修行传统，不是折磨自己，而是在沉默里找到那个不受外界噪音驱动的自己。第3个部分是4个具体场景的应对方法。第1个场景，如果有人问你财务状况，不需要撒谎，也不需要显摆，一句话足够，还过得去，凑合用。或者更轻巧的一句，你也知道，说出来都是数字，不代表什么，你最近怎么样？用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把话题引回对方。这不是回避，这是智慧的引导。第2个场景，有人问你在做什么项目，或者有什么新计划，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再弄一些事情，现在还没什么好说的，等有进展再跟你分享。这句话传递的信息是我有在做，但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它不会让人觉得你在藏着掖着，反而会让人觉得你是个做事稳重的人。第3个场景，遇到有人当着你的面说起别人的八卦，想要你加入讨论时，不要表态，不要评论，不要接话。最安全的回应是一个中性的表情加一句“哦，这样哦”，然后换话题。如果对方继续说，就说“我对这种事情不太了解，说不上什么”。你不需要做道德批判，你只需要不参与。最后一个场景，碰到有人问起你的善举、贵人或者好运来源，这一条很多人败在假谦虚上，被问到了，很享受那种被看见的感觉，然后嘴上说没什么啦，其实说了很多。真正的手法是把话题从我做了什么转向感恩就好。遇到好人是我的运气，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可能是上天有眼吧。这句话既回应了对方的好奇，又没有把功德的账目摆在桌面上。第4个部分，关于功德的心理处理。做完一件善事，你心里那个想被人知道的冲动是正常的，是人性的，不需要压抑，但需要转化。
做法是在那个冲动升起的时候，用一个内在的动作把它处理掉，静静的在心里默念一次回向，把这件事的功德回向给你爱的人，或者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以此功德回向所有人。说完放下，不是压抑，是消化，把那个想被看见的能量转化成愿意给出去的能量。这两种能量方向不同，力量不同，因果也不同。第5个部分是建立护念自心的系统。护念是佛法里一个极重要的概念。金刚经开篇须菩提就问佛：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护念？如何守护心念？是修行的核心命题之一。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嘴言，本质上是护念的一种外在形式。你的嘴是心的出口，你保护好那个出口，就是在保护你的心，就是在保护你命运的走向。建立这个系统需要一个每日的小仪式。早上起床，在心里默说一句话：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值得说。这不是复杂的修行，不需要时间，不需要仪式感，只是一个提醒。提醒你今天说话是一个你要有意识参与的行为，而不是一个随时随地自动运转的机器。晚上睡前完成关口业的回顾。几周之后，你会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你的人际关系开始变了。那些围着你转来转去探听消息的人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在你这里拿不到什么，而那些真正想和你有深度连接的人开始靠近，因为他们感受到你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人。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人不需要刻意经营人脉，人脉会自动来找他，这也是命，这也是因果。说了这么多，我想用最后一段话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命就是比别人好？因为他们很早就学会了一件事，命运是从嘴里漏掉的，不是通过努力，不是通过聪明，不是通过运气，而是一句话一句话的漏掉的。漏掉财富的气场，漏掉功德的发酵，漏掉计划的势能，漏掉人际关系里那层薄薄的信任。每一次开口说不该说的话，都是在悄悄地凿穿你命运的船底。而那些命好的人，他们不是沉默的冷漠者，他们是懂得语言重量的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内心过滤的，都是值得开口的，都是不会成为自己负担的。古德有云：胜己者莫言，胜彼者莫言，平等者莫言。此心正合法句经户口慎言的教义。大意是说，不管你面对的是比你强的人，比你弱的人，还是和你相当的人，都不要轻率开口。不是因为说话有罪，而是因为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分量，都在塑造你的命运。嘴言不是封闭，嘴言是对命运最高级的尊重，是你跟自己签下的一份护身符合约。条款只有一条：我守护我说出口的每一个字，因为我知道那些字是我命运的砖瓦。你现在回过头去想想，你这些年有没有哪几次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命运随之拐了一个弯，不用说出来，就放在心里，懂了就够了。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触动，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觉得需要听到这些话的人。如果你喜欢这种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记得按下喜欢和订阅，开启小铃铛，让更多人有机会看见这些被时间遗忘的智慧。感谢你一直看到这里，愿你守口如瓶，命运如意。我们下次见。